次看到 BLG 逆天决策时，当第 N 次看到 BLG 逆天决策时，大家好，我是袁某人。今天我们来复盘一下 BLG 与 IG 的这个激情 BO3。本来上周周末是登峰组前4的核心争夺赛，尤其是 IG 嘛，他要连过 AL、滔博还有 BLG 这3关，很多粉丝都担心 IG 要吃3连跪了。尤其是在第一个 BO3 被 AL 速通2局后，结果 IG 立刻滔博和 BLG 两队吃下了关键的2分，为后续季后赛的排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此前状态火热、首轮未尝一败的 BLG， 上周周末反而蜜月期 buff 逐渐消失，4场比赛里啊，仅拿下了微博的那个 BO3， 他们更是上演了无数被翻盘的逆天表演，堪称被逆转之王，真的变态的有点过分了。所以本期视频我将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聊聊 BLG 的问题和缺点，聊聊为什么他们的游戏内容那么变态。剩下的部分呢，则是讲讲 IG， 聊聊他们这个队伍目前展现的优缺点啊。那会有朋友问了，袁你为啥只聊 BLG 的缺点而不聊优点呢？啊，当然不是 BLG 没有优点，只是这段时间啊，看他们的比赛真的有点太恶心了，我真得狠狠的发泄一下。实际上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有心打野刚加入的时候 BLG 他真的总能打得挺有章法的，可能是因为不熟，所以有点压抑自己，反而会打得比较有纪律性吗？反正 BLG 这段时间最核心最变态的点就是他们中后期的运营节奏完全是乱的，就激进和保守啊，它是有度的，甚至有一个标准公式，就是越优势其实你要越少去做事儿，而越劣势你反而得激进的去做事。而 BLG 的运营就是我不管优劣都在疯狂的找事儿，大家都知道 BLG 是一个很贪的队伍，往往一个回合会想做很多的事情，这个东西本身双刃剑，我本人也认可这是一种游戏风格，确实也很难改。但能不能适可而止一点啊？打 AL 的时候已经因为贪心给了无数贪名了，这次打 IG 依旧是我行我素，真的太夸张了。我们直接来看案例，第一把后期打了一波大获全胜，兵非常漂亮的大招反开，这波把 IG 给打炸了。此时只剩没闪的旮旯，我们先看兵他怎么选择了。此时阿罗拉马上复活还有 TP， 所以野辅已经第一时间到位，准备一起吃男爵。而兰博呢，顺着兵线吃2塔，这个2塔吃得很快，没有任何问题。但往后兵再次往前压，多清了一波线，当时我就在挠头了，这不去和队友一起打男爵吗？多压一波又不可能摸高地。而最骚的是这里旮旯又没闪了，我以为兵他有闪是想单杀的，这里闪上去肯定就稳杀了，结果兵反而这时稳下来了，然后 BLG 中野很艰难的吃下这个男爵，同时让兵去单独吃小龙。我就不说我认为的应该或者如果是怎么做了，我就想说你 BLG 凭什么能在赢团后且自家 ADC 阵亡的情况下，能同时做吃男爵、推中塔和中线还有控小龙这3件事这么多啊？就标准求稳的队伍，拆个塔吃个小龙，然后补给出来抢男爵附近的视野开始钓鱼，对吧？稍微贪心一点，直接吃男爵，然后补给出来再一起防守小龙啊！别跟我说来不及，时间绝对够，只要兰博一开始就去帮打男爵。结果 BLG 做的决策是全要，那你就会给贪命。其实给了这个听牌龙最多就是伏笔，但 BLG 这个队伍本身打的散漫的问题，会让他们的伏笔无限的回旋。由于兵是最晚回家的，所以他需要有个回升时间，此时他去接下路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 ON， 这里 ON 选择去上半区做野，本身他就不对，何况还做得这么深。我们就定格此刻，我就想问一句，兰博在哪儿？潘森在哪？如果回答不上来，这波我只能给0分。而且这波绝对是沟通大问题，因为上路并不是 BLG 下一轮进攻的主攻点。Knight 在这里拆塔很大程度是因为上一波吃完男爵他的状态太残了，而上路有限，所以他顺势来吃2塔。那这种残血状态，他推完塔肯定会选择 B 的。而这个位置 BLG 也已经有了对上路的保护眼，这种眼位阿罗拉说实话不可能被抓的。欧文区这个地方做眼真的零道理，你在下半区被抓我都认了，真的。而这种情况不是孤立，我真的不想和大伙抠操作细节，我就想说 BLG 这个队伍啊，他们的角色贪到什么程度呢？36分钟 BLG 中路大胜，然后破了2路，对吧？这波关键信息是什么？是 IG 的核心旮旯闪现掉了。就我感觉 BLG 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阵容拆塔能力是很弱的，只是打架强，所以他们得围绕资源来做团战铺垫，而不是靠操作去闪现 W 堵嘎啦的盾。实际上这波就算 BLG 真的把嘎啦杀了，也很难一波的。嘎啦从前面就看得出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和他去赌操作呢？这波 BLG 已经赚的够多了，推完线然后吃小龙，同时分点人去守男爵，破2路，那男爵附近不是随便钓鱼吗？就 IG 没闪的嘎啦怎么出高地呢？要怎么操作呢？而且霞潘森他还有倒钩惩这种 combo， 就我怎么想 BLG 他都有很轻松赢下比赛的方式，但他们就是要赌一把，哎，我赌你嘎啦发一波来。那赌输了自然就给timing啊，这里BLG撤退慢了，所以当 IG 往男爵方向走后， BLG 他不得不急， Knight 甚至只能交 T 去看男爵，就是因为前面没有时间回城，所以兵他才会有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给人家抓到，这就是伏笔给的太多了。当然这里是 Rookie 抓机会抓得好，但会出现这种timing还是上一轮摊了。 BLG 摊就算了，他还很装，实际上 IG 的决策是很求稳的，哎，我被迫2路，但我有西维尔嘛，他们认为可以拖，所以没有说我5打4我就可以开男爵，那正常情况下也就是白给一个兰博，但反而BLG自己主动想开了，在自家优势最大且上一轮团战全靠他输出的上单掉点后，剩下4个人硬要中路强开啊，这真的不用去讨论什么操作了，就问这种决策是人能做得出来的吗？就不管是谁做的决定，这种离谱决策能没人拦着，绝对就要被说呀。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前中期激进一点抓机会想操作我完全能理解，甚至大后期不运营兵线我也能理解，但这一波甚至你不是说因为 IG 开男爵了不得不4打5，而是自己要4打5，那真的是有点变态了。所以不要怪粉丝喷啊，你们这种游戏内容就是有很大问题的。就我上帝视角复盘，我说难听点，我感觉打的有点像痴呆啊。而问题它之所以是问题，就是因为它已经很常见了。就大伙不要看第2把BLG赢了，很多决策也一样是痴呆到不行。主要是BLG的优势局他们处理的真的有点太夸张和随意了。23分钟这里，厄塔汉团 BLG 下路双人组双大招大在一个有进化的辅助身上，哎，不是怎么想的呢？这里顺势拆下塔还行，但下路少2个大招，然后小龙马上刷新。此时这种双资源的情况下，在抢完蓝区以后，是不是应该卡口子就以吃小龙为主了？但BLG说我就不啊，我就要打16000血的厄塔汉，然后兵他也是经典自由人走位，自己漫步到没有视野的 C 字草旁边，我是没想到的。说真的，这里就从大优势团变成纯赌博了，赌自己惩戒能赢。这里要是 Mako 熟练度再高一点，威的惩戒运气再好一点，说真的丢厄塔汉一波爆炸也不是不可能，就完全复制输 AR 的那把呗。就为啥我说 BLG 打得特别装，因为他们的反打是完全建立在不合理之上的，你再爱打架也得保持这个游戏最基本的运营逻辑。29分半打野在吃小龙，属于100%来不了上半区的情况下，这里 Rookie 路头排野，我们看小地图 BLG 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在打协助我和正在路上，这已经不是变态了，这是带派，太带派了 BLG。这把巴德选出来针对5位移 C 位其实是没毛病的，只是 Mako 的熟练度差点。这里巴德如果直接大招，发条是一定要给闪现的，因为 BLG 的视野里完全不知道猴子在不在后面。这波 BLG 没死人，他就是运气好，蒙对了猴子确实不在，但如果被白嫖一个闪现，那就是纯亏。说白了，打野在下半区啊，上半区你放点资源怎么了？怎么了？这里如果不是打野在打小龙，BLG 上半区选择卡着不让你过来，这顶的没问题。但你打野就是在打小龙啊，那你凭什么去守这个针眼，甚至想反打呢？就我复盘看到这一堆信号，看到下路还在靠，我真的懵了。这种决策习惯就一定会导致他们不断的给机会，这不是偶然，这是必然。当然不仅仅是优势处理，实际上 BLG 现在的团前思路也有很大问题。我第一局最疑惑的地方就在于 BLG 的第3条龙嘛，经济领先5000，嘎啦还没无尽，然后闪现方面 IG 是远远落后的情况下， BLG 本应该是最舒服的一波团，为什么莫名其妙打成血亏了呢？怎么做到的？我们把时间拉到小龙刷新前30秒，此时中路是平线，而 IG 的处理是提前集结，除了中路外，其他4个人直接抱团推中路这波炮车线，保证线能送过去，然后一起挤中路，因为 IG 是劣势嘛。而此时兵哥在干嘛呢？哎，吃完河蟹，然后把针眼插到了上路三角草，然后再推一波。当兵哥吃完线时，小龙只有10秒就刷新了。为什么 IG 劣势还敢进野区？因为 Elk 被锁在中线，上单还在上路路头，所以威他敢直接 1Q2连进野区，因为他就是想着你敢还手我就敢开。而这里左手被逼出大招是完全被迫的，他没闪被框，肯定得保状态。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其实就出在上路这波线他不重要。
而冰对于大局的理解他不足。为什么冰会去上路？他的想法其实就很单纯，我有 TP 嘛，我兰博晚点来很正常。但他们这个阵容没坦克啊，挤口子的压力是很大的。IG 劣势了，所以他得马上叫奥恩来帮挤口子，帮忙拿中路线圈。只是 IG 他们自己也想不到，那么大劣势却几乎能够没压力的挤进河道。实际上冰吃完河蟹他就应该直接往中路走了，他去接上路线是一个完全没必要的动作，除非冰他真的差钱护臂。但实际上是冰他又直接 TP 下来的，冰哥你要憋护兵你就憋到底，甚至说我就吃2塔了，正面什么样我也不管也行。说真的，冰这里要是提前落位 ，IG 这样的劣势根本不可能挤过来。这兰博15级2件套啊，全场最高，先落位团战我不知道有多好打。说真的，哪怕冰他去刷野去吃 Shadow 的石头人都比上路推线要好，主要是他没意义。IG 不可能说我放第3条路，然后给安妮或者奥恩换塔拿经济的，这种就是最基本的游戏理解。而最带派的是啊，这种团前迷失 BLG 做了不止一次。第3把同样小龙刷新，此时 BLG 还不是听牌龙啊，而是龙魂，此时刷新还有1分多钟，而 Knight 在下路接线很合理吧？我们看装备，大火装备节奏也 OK， 没有说差点钱怎么样。BLG 这个阵容拿了龙魂就等于赢了，但他们就是不。有一句话叫我宁愿犯错，也不愿什么都不做，但这句话并不适用在有优势的队伍，尤其是BLG身上。事实上就是BLG此时4个人挂机1分钟，然后直接刷新在小龙附近，BLG这把都拿下了。他们在上半区蹲人开打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错了。它不是 Shadow 大招扔歪不歪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就你走到这里想打架就已经错了，就为什么要打呢？在 TP 肯定慢的情况下，选择这种没有必要的开团，就是极其低级的团前处理。而这样的问题BLG已经不知道犯了多少次了。本质上这个队伍对于资源的理解太差了，尤其是单人线的兵啊，他走到那个位置本质就是绑架队友啊。我不否认兵哥的操作和他的团战嗅觉，但这种资源理解真的太差了。他这里真的什么都不用做，就提前1分钟到下路草当个针眼，BLG都赢了。主要是你蛇女不在啊，就非要搞这种没必要的4打5吗？而因为这波没有意义的团战，虽然结果是1换1啊，但猪妹死了没法提前落位，其次鳄鱼开了大招，所以蹲草这波他就没有怒气，导致后面位置全丢，也不敢留人。就波比这个英雄价值就是提前落位啊。所以后面这里为什么BLG团战看着这么不舒服，就是总有上一波的伏笔。真的好恶心这样打。我觉得任何一个看得懂游戏的观众都能看出BLG这个队伍他的失误有多逆天。说真的，他们要是真的纯菜就算了，可他们又不是纯菜，他们偏偏有着极其顶尖的个人实力，能够打出很漂亮的前中期进攻，只是在某些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部分处理的像一坨。而这种情况已经不是1次2次了，第3把前面我都感觉他们已经是在下面被骂了，好一点了，结果中期又忍不住，看得我真的是要哈气了。只能说BLG你如果打算一辈子不改，一辈子这副德性，那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啊。我是一个能接受选手状态有波动，接受状态不好，不适应版本等问题的，我觉得这些也都是竞技的一部分。但低级失误真的不能屡教不改啊，就偶尔看个被翻盘，我还挺喜闻乐见的。可你不能把配菜当主食啊，求求了，像个人吧BLG。接下来聊聊 IG。 其实这场比赛 IG 的失误也不少，但他们的失误底层逻辑和 BLG 是不一样的。 IG 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做得不够好，而 BLG 是做好了一部分之后忘了自己在打比赛了。所以我们就能看到 BLG 即便在进攻端疯狂拿优势，但 IG 始终保持着被压而不崩，依旧能够找反扑的机会。但 IG 毕竟是3把劣势开局，我觉得 IG 的劣势还是和竞技状态有关，简单讲还是操作这块呲了一点。然后当操作呲了以后队伍会陷入到短暂的懵逼。我们先看一组镜头，在9分半这里 IG 的视野看到了潘森没有刷下去，而是优先控河蟹。那威的打法比较团队嘛，没有说往下刷让下路抗压，而是直接来后面站岗，这里相当于明牌3v3。那威的思路其实还很清楚的，这波来上反蹲 IG 完全有机会打出优势。虽然说辅助差一个大招，但皇子也比潘森多一个大招嘛，而霞没有闪，所以这里如果能够对兵出击杀当然好，但没有换状态也会很赚。所以实际上我们也看得到，皇子前面一直都没有交 EQ， 而是随时准备 EQ 跑路。这里一旦换了状态，换了洛的大甚至霞的大，后面下路就有机会了。这里 IG 的想法他就是试探嘛，只是小薇操作失误了，这里 EQ 自己断了，不然这波 IG 会很舒服，因为他们换出洛大招后，只要 Nico 6级 IG 下路这里就能够推完线先回城，这种就是出发点 OK， 但操作有瑕疵。关键就是节奏稍微有点乱后，选手会为了想把节奏拉回来，过多的给机会，因为现在变成BLG下路先回家了嘛，为了抢回节奏 Miko 想着灵机一动，靠 W 靠 E 打断回城，没想到 Elk 的位置很远，这里回城的是 Shadow， 所以 Nico 呢直接被很果断的闪现 W 给秒掉了，就很经典的想法挺好，但处理差了，然后想止损反而扩大了损失，就操作部分没有什么好说的嘛，失误谁都有，关键就是这个后续的止损问题吧。就 IG 这个队伍，他如果能够减少非必要的掉点，
其实劣势的竞争力会更强。比如第3把很劣的情况下 ，IG 还是做到了劣势下能做的交换，甚至还偷掉了2塔汉。到这里呢，大火回去接线 ，Miko 去蓝 buff 点眼也都很 OK。包括我们看小地图，也是有人提醒到这里可能有人了，所以瑞尔直接 W 过墙就好了。结果想多绕2步，多拿点信息就没必要了，这个阵亡就属于非必要的死亡。而 IG 就是要减少这种非必要的掉点。这个问题倒不是说只有 Miko 有，实际上大伙都还有点这种情况。比如第2把13分钟这里，野辅他不在下半区，下路视野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这里 Rookie 他也感觉到压力，所以已经把眼点在1草了，但依旧是被欧恩的 gank 抓到。这里原则上就应该放线的，劣势且野辅不在半区，就没必要再顶嘛。不过 Rookie 这种顶他稍微还有点道理，毕竟他有闪，然后相位加里奥也一般不会被怎么针对。而欧恩的日女也是靠着 TP 才来了一波非常规的动线，所以虽然属于没必要，但属于他能接受的游戏内容，只是说确实挺伤的。当然，相比于冰后面这里，在看到队友成功抓下中路被反扑丢了线，视野也只有一个3角草的情况下，他还在压线，那这就属于不能接受的没必要了。所以我认为 IG 现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是解决掉点和非必要出击带来的破绽，因为这种问题会导致对手如果他打 IG 采用那种小富即安的策略，就是说我每次跟你交手兑换，我拿一点小优势我就满足，那么 IG 会非常难受，因为这个版本本身必须要碰撞的资源团其实不多，如果对手不贪心，每波都只跟你打个小赚，那么 IG 很容易游戏节奏就变成小亏小亏，然后自己爆炸。IG 打 AL 的第2轮就是很标准的被慢盾了，而 IG 打 BLG 的第3把，实际上在 BLG 第4条龙刷新前 ，BLG 也是类似的处理。在第1波小龙团 ，IG 和 BLG 拼操作没拼过后 ，BLG 他一直就是小赚就够了，我不贪。那这个时候 IG 他是真的没有办法，如果不是前2次龙魂团前 BLG 自己没绷住，第3局会非常像输给 AL 的那2把。但我们不能光看缺点 ，IG 的优势我觉得也在慢慢凸显出来。首先是下路兜底英雄增加后 ，Rookie 他得到了解放 ，IG 在这个版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后期体系是比其他队伍要丰富的，下路嘎啦能兜的英雄选择现在越来越多了，卡莎经典不用讲，而云娜娜嘎啦也能玩，然后希维尔也是他老底库，只是之前一直没出，再加上韩一霞，那这类能够兜大底的英雄选择一多，他就彻底解放 Rookie 了。就 Rookie 第2赛段，因为版本也好，队伍需要也好，他是有点脱离过去自己舒适区的。中期呢，他更多的会选择吃线发育，然后团战再发挥的路子。但最近几个版本，时光杖的削弱，包括一些 AP 装的调整，那节奏法师的装备是得到了一定的增强，这给了 Rookie 更多的回到自己舒适区的可能。Rookie 和 V 的抓机会能力是绝对顶尖的，这就让 IG 在中期反边交换上做得非常犀利。简单讲如果对手跟 IG 在中期进行快节奏的对攻不断的逼资源或者主动去找人头做交换，那么往往要面临的就是 IG 野辅加中路的2台发动机频繁的反扑。所以像 Top 这种中期依旧偏进攻的队伍，他打 IG 就会打得很不舒服。而打 BLG 这种 Rookie 虽然数据上不华丽，但他曾经吃草挤奶的打法就是能够对局势的影响很大。比如第1把的中期嘛，20分钟那么大历史的情况下 ，Rookie 的主动出击就直接给了 Gala 关键的启动资金，冰上路和奥文换血把自己的大招给打了出来。于是 Rookie 直接选择了 TP 上路，这个 TP 就是要在上半区施压了，因为 BLG 已经大优势，下半区 IG 根本进不去，所以为了主动抓节奏 ，Rookie 也是很快的把线给压了进去，然后进行换血，同时把队友都扩了上来，换边嘛。这里霞因为下路已经露头了，肯定不在，所以 IG 他判断我一定要在上半区打起来。这里兵没有大招，也舍不得塔，那就直接被脏越掉。不过到这里也只是一个2塔换1塔 ，BLG 还是小赚。但 Rookie 的经典来了，在越完塔残血后，他来了一个灯下黑回头绕，想和兔子赌操作。这里 K 皇也猜到了可能有人蹲他，但他也想操作毕竟兔子有双招嘛。但当兔子想收割的时候，对于 Rookie 来讲就已经足够了，因为1000块的人头怎么都可以喂到嘎啦嘴里。就 Rookie 只要开启这种模式，那么 IG 的对手就不太能失误，因为你失误就会被放大这个机会。同样的第1局28分钟，欧恩在男爵处白给他，导致了 IG 有了一个入 BLG 野区做眼的空间，因为正常来说下一轮资源是小龙嘛，所以欧恩肯定不会去上半区排眼的。而正是这一轮他掉点导致的视野丢失，让 IG 提前很多拿到了兔子的动向，这才有了后面 IG 提前换边放小龙位置抓上的这个决策。可以说 IG 现在对优势视野的利用率非常高。上一波如果说是 Knight 判断错了，那这一波就是纯被害了。他差前引焰嘛，加上兔子本身技能都在，他肯定觉得推一波没什么，因为他不可能算到 IG 有4个人这样来抓他。但就是因为视野的提前量给的太多，所以 IG 的这波击杀就显得很轻松。其实不仅
仅这波 IG 这个队伍能打这种出其不意节奏的人是很多的，比如后面的小薇也是来了一手灯下黑，绕到了 Elk， 本来一波5-5的正面团嘛 ，IG 就是兵不血刃的，就是拿下了这条龙魂。可以说 IG 这个队伍他们在中期优势或者均势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视野的利用率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而还有一个让我比较刮目相看的是队伍的协同，比如之前输方 plus 那把，我其实对 IG 的团战决策和协同是很不满的，打得很乱，决策也感觉有问题。但 Gala 状态这段时间回暖后，整个团队的团战决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晰了，尤其是 Rookie 和小薇的配合。我们来看这一波团战的语音。好了，没闪了，看下，我知道，等你，慢一点。下，我们看半身，我们看半身，打这我们看半身。大龙吧。可以听到啊 ，IG 当时有2个团战声音，一边呢是 Miko 视角，一边是 Rookie 视角，而这个过程中，威和 Rookie 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并且配合无论是精度还是速度都没毛病。还有一波，我觉得 IG 的协同也是很不错，只是结果不太好嘛，就是第3波的第2条龙这里 ，Rookie 他一开始被泰坦逼了一波位置，所以肯定会晚到，但 IG 的整个思路我认为都是 OK 的，这是一个反包的位置嘛。如果 Miko 能够开到蛇女有进化和海妖的卡莎进场，配合瑞兹波比是能直接按死蛇女的，只是 BLG 的临场操作很好，这里左手闪现没问题，然后 Miko 没有开到，因为猪妹的反应很快 ，Q 把他顶了下来，不然蛇女被开直接就会被卡莎飞，而蛇女先腹地左边骗了 Rookie 一个回头，这导致瑞兹的 W 没能挂上，同时呢，蛇女再大招控右边就很完美的处理嘛，而泰坦也是最远距离挂了大招给卡莎，可以说是 BLG 的临场操作太好了，显得 IG 的这波主动很蠢，但我觉得这整个思路真的没问题，靠着下路卡莎有装备领先操作的一波，只是说没有操作过而已，但协同的思路我认为是 OK 的，就看得出比起熟练度不足平凡乌龙，在有熟练度的情况下 IG 的团战质量是高了很多的，也正是有这样的团战质量才有最后一波完美的处理。其实最后一波团虽然 BLG 真的也逆天，但能第一时间抓住这个逆天的漏洞完成团灭并且一波也不是随随便便能做到的，差一点队伍可能这种团战最多杀2个，但 IG 他就是能全杀完。最后一波从操作层面 IG 5个人都挺夸张的，可以说 IG 这个队伍惩罚队友失误的能力相当强。首先 Miko 他没闪嘛，他这里如果 W 的时机差一点，那么会被泰坦勾起来，直接就白给了。而波比的大招虽然没有锤到人，但也逼出了飞机的 W， 但局面到这里 IG 还是不舒服嘛。BLG 此时还是可以拉开的，还好鳄鱼他犯病了，他这里首先不是红怒咬，怒气算错了，然后还被 W 给抵消了很多时间，后面兵还急眼了，硬要 E 一下，我是没搞懂的，直接被拉了回来。而侧面战场这里，小薇虽然第一个大招仅仅是换掉了飞机的 W， 但他后续的 W 开得很对，这个位置很敏感，他不开 W， BLG 如果硬顶上来 ，IG 正面是受不了的，毕竟猪妹至始至终都没有出 Q 嘛。而 IG 呢是一个相对缺伤害的阵容，所以更需要去集火，在蛇女腹地给上之前 ，BLG 都还有机会往这块顶，因为蛇女还捏大招嘛 ，IG 他也不敢冲这个主阵，可关键就关键在仁川双 C 他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在非常诱人的位置输出，这里泰坦 Q 到一个就死一个，可 Rookie 和 The Shy 就是靠着走位拉开了，而在这个注意力被吸收的瞬间档口，波比配合卡莎完成了对鳄鱼的击杀，然后厄塔汉 buff 一触发，就在这一瞬间 ，Rookie 闪现进草，留人挂上被动，这里 Gala 也是完美操作 ，Q 完飞过去 A 一下，然后马上 E， 让泰坦 A 不出来也不敢出钩，然后假 E 后退，再回马枪收掉飞机。虽然最后蛇女大了5个人，但纳尔闪现大留人后，在石化的瞬间控制抵消 W 住了蛇女，这让蛇女直接没法离场了。最终呢被波比收掉。可以说 IG 这波操作稍微瑕疵多一点，赢团在 BLG 比较逆天处理下，那大概率还是能赢，但想一波肯定没那么容易了。可以说 Gala 的制胜操作很关键，但这种阵容想翻盘，每个人都要打出自己的上限才行。最后聊聊压力最大的威吧，那我不评价两边的场外，但第3把它有个动线我印象很深。第3把因为上路是鳄鱼打纳尔，而纳尔现在数值是很差的，其实他打鳄鱼啊比以前吃力很多，很容易前期被打野连体，所以波比是一个直接换野区的开局，这样既能保证上路能持续压制，也能影响猪妹的节奏。在野区对位上，他也通过设计获得了领先，在3分15秒这里可以看到，波比虽然补刀和猪妹一样，但野区剩的野怪比猪妹多很多，而波比野区打猪妹又是优势，只要维持刷野节奏，波比会非常舒服。所以 Shadow 啊选择了一波中路的变奏，没
没去吃石头，而是抓冲，也确实打出了睿智的闪现。那猪妹就是放弃野区，改帮线上，而此时威的选择很少见，他本应该吃下河蟹，然后回城守上野区，这样他会领先猪妹一个回城，甚至还能带着装备入侵猪妹的 F6。那这种就是野区扩大优势的玩法。但威呢没有这样动线，他没有选择吃下河蟹，而是马上去中路压一波蛇女的血量，让 Rookie 能够舒服的解线，然后在上河蟹拿不到的情况下，他做了一个在这个版本很少见的决策，没有回头去刷自己的蓝区3组，而是在上路和猪妹缠斗，这里就是牺牲自己的野区节奏去保纳尔。这样的处理本质啊就是相信中上，相信队友能 C。这把上路对局，鳄鱼是要一直追求换血的，因为纳尔一旦血量掉到3/4，就有被打野连体抓的可能。3分41秒，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纳尔的血量虽然比鳄鱼健康，但实际上德赛已经吃药了。而更重要的是，这里兵线是往鳄鱼塔下推的，一旦猪妹往上走，鳄鱼把线一卡，玩上单的都知道这会是什么样的套餐。Shadow 他无所谓啊，本来野区就落后，而且我也是猪妹嘛，线上舒服，自己差点都 OK 的。而威这把我说了，他是有机会踩头猪妹的，就无限对位压制的那种，但他没有选择回野区刷，而是用自己的野区优势换取线上不那么舒服。没有他这波保镖的赛是很难有后面领先回城的这个节奏的。就那一瞬间我还挺恍惚的，因为威一直都是这种玩法，绝池流保队友嘛，他的这种习惯，如果队友浪了的话，很容易让他的付出打水漂，而且大部分观众也不会注意这种付出，所以我其实会担心说威会不会打得特别急，特别想要证明自己比 Shadow 强。毕竟选手也是人嘛，在可以有优势的情况下，为了个人亮眼，选择牺牲队友来成全自己。甚至啊，这也都不能算牺牲队友，他只是选择的不同。但幸好我们看到的是威依旧在打好自己的游戏内容，打他认为正确的游戏内容。之前我和大伙聊过嘛，对于选手和战队来说，赛场外总会有很多噪音，有很多和游戏内容无关的 noise。虽然仅仅是一场小组赛，但 IG 的粉丝在一场既重要又没那么重要的比赛，选手能不能顶住一些噪音，能不能保持冷静，甚至保持自己的风格，这是我很关心的。尤其是打野这个位置啊，它和其他位置真不一样，它是要不断思考的。好胜心与对失败的恐惧，往往会让打野选手变得不那么像自己。我们也看多太多选手在重压之下形变的情况了，所以威没有陷入到哪怕 IG 输了我也要赢的这种歧途，依旧打出了很威的游戏风格。我觉得这是特别让我开心的。扛得住场外压力，才有创造奇迹的可能。最后的翻盘结果，我认为也是对他坚定自己最好的回馈。威的发挥，你要说完美啊，肯定也不是，配合失误也不少。包括 IG， 你要说已经顶级强队完美无缺了，我也说不出口。但从第一赛段开始，我就一直和大伙强调什么呢？看到他们的进步，短期内的失败不可怕，短期内的胜利也不重要，关键是积累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能赢滔博和 BLG， 我觉得已经证明了 IG 这个队伍的上限它是有的，是值得期待的。接下来就是不断的调整和提高队伍的默契。IG 打熟练度不足的阵容，确实配合乌龙很多，但他们已经积累了一些有竞争力的体系，这很关键。而 BLG 其实很多道理他们也应该懂，但就是克制不住自己。但说真的，这种也没办法，只能希望他能即吃即打。希望后面的比赛BLG的选手们能克制一下自己的上头吧，不要那么变态了。他们真的不是什么某个选手的问题或者技战术问题，而是纯粹的思想问题。希望他们尽快调整。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我是袁某人。第3赛段常规赛也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会准备季后赛的展望，把 LCK 和 LPL 的强队情况都给大伙梳理一下。同时我也在筹备我的第1期充电视频。那喜欢看比赛的观众，麻烦点个关注。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